花瓶真的复原了，卖了它直接回去10万块，到时候用卖掉的钱继续去买残次品，这前后岂不是100倍的利润？走。京城3年，爷爷说我出人头地后，就去找叶氏大小姐提亲，可运气差的是全落在我的头上。先是被公司辞退，变无业游民，被贷款催还款，现在手里就剩下几百块，过几天吃饭都吃不上了。老天啊，还能再倒霉一点吗？我真服了呀！我的电瓶车啊，这破石头砸坏了我的电瓶车。不对，这可是陨石，应该能卖个好价钱。这是外星科技！万能修复已激活，绑定成功。什么？万能修复？我看你什么都没修复，反倒先把我的电瓶车给砸坏了。你先给我修好。哇，居然真的能修好，那我岂不是赚疯了？对了，我家里面有个碎了的古董，没碎之前价值10万，要是我把它修好了，再拿出去卖，那我岂不是人生赢家？还能去见下传说中的叶大小姐。嘿，这可是家里留下来的老物件，专家鉴定价值10万，可惜被猫给打碎了。不过好在现在能修好了。古董花瓶真的复原了，卖了它直接回去10万块，到时候用卖掉的钱继续去买残次品，这前后岂不是100倍的利润？走。欢迎客人来小店，本店有古董寄售、典当等服务，您想要点什么？刘天儿，你这是连我都不认识了，还是不是在村里从小玩到大的发小？呵，林卓，3年不见，你可算有空来我这里了。哎，走，我现在就闭店，咱们俩出去吃一顿。哎，不用，我这次是来让你赚钱的。来，帮我看看我这个青花瓷价值多少？呵，这个呀，价值10万。不愧是我兄弟，人品和古董鉴赏能力果然可以。那是，你兄弟啊，开着古董店都好多年了，在这县城啊也混得风生水起的，要没这点眼力劲儿怎么行？哎，不过你确定要把这个卖给我？当然，我要让这冰冷的青花瓷转化为温暖的账户余额。行。支付宝到账10万元。你这儿有没有真古董的残次品？哎，有，还真有不值钱的残次古玩，你喜欢这种我送你，我现在就去拿。好。这2个呀，原本呀价值几十万，现在100块钱都不值。要是我有古董修复大师的能力，兴许还能值点。可是有这种家传渊源的大师，根本不会对这种东西出手。古董这种东西，品相完美的是天价，大师修复品是高价，残品就是废品。哟，我记得这个玉玺，当初你刚淘到的时候，还跟我吹它多好多好呢。哎呀，这个呀，我天天拿着玩，一不小心摔了就用胶水粘着。还有这个，之前搬家弄坏的，你要是想要的话，直接送你得了。反正啊，本来也是破铜烂铁，不值什么钱。那兄弟我就不客气了。哎呀，行。有了这10万块钱本金，专挑残次品入手，施展远在大师级古董修复师的技术，前后利差比想象中的100倍还高。这半天时间你去抢古董店了？哎，算是吧。哎，帮我算一下，卖掉这些值多少钱？这些啊，至少价值200万。支付宝到账200万元。哎，林卓，你这后面不会还有古董让我收吧？有。不过嘛，我首先需要你帮我收残次品古董，1万一个。啊，我说呢，之前同行群里就在传有人狂收残次品，现在看来就是你啊！哎，你能修复他们？哎，是兄弟就别问那么多，这可是一起赚钱的好机会。我正好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人帮我一起收残次品呢。好，放心，兄弟绝对不会坑你。那我连夜去收吧。收残次品是小事儿，不过后面怎么做大做强，提升效率赚钱，你有什么办法吗？你刚才可是说200万就是你的极限，
而我们后面可是会越赚越多的。这方面我还有点人脉的，我认识一个老板，他是最大的古董商，叶氏集团的大小姐应该吃得下。不过我也是机缘巧合下才加到他的联系方式的，那我试着去联系一下吧。叶氏集团大小姐，难道是我3年之约要去见的未婚妻？现在赶紧去收吧。行，那我先去。3年之约，我倒是很期待呢。咱哥俩一口气收了这些，把这些修复好，至少价值500万。兄弟，怎么能让你白忙活？来，转钱。哎呀，这下都值了。你就尽管去做，这些破铜烂铁交给我。哎呀，今天就算了，通宵了一晚上，咱们得去休息了。哎，不过我联系了那位大老板，他承诺会派人来收咱们这些古董的。好，这下就不用愁了。是啊，剩下的事儿就交给你了。我呀，真得休息一下。好。价值500万，就等明天来人收了。您是来看古董还是来收古董的？你是刘天还是林卓啊？哦，我是林卓。看来您是来收古董的。这些都是。这修复古董的手艺真是海内第一啊！我叶氏集团手艺可是出自故宫修缮坊300年传承，根本看不出一点的修复痕迹。这都是修复过的。当然。我先付款吧。支付宝到账500万元。这里情况我会向我们总裁叶氏集团大小姐汇报的，以后我们肯定有更多的合作机会。林先生，我很期待。哎，他们派人来收了吗？当然。林卓，你简直神了呀！不仅如此，刚刚来的那位鉴定师还跟我们说，以后会有更多与叶氏集团的合作。哇，都说叶氏集团大小姐不仅是首富，还有倾城之资。想什么呢？以后我们的古董生意规模会远超叶氏。他真这么说啊？我去，你修复古董能力这么强，对方的橄榄枝抛定了。不过林卓，你该换一身衣服了，换一身足够好的西装，你可不能这么去。也是，我这就去买一套新的。行，你尽管去，我再去收残次品。这么一刺激，我立马就不困了。这身衣服不错，不过还差一辆车。有万能修复在，我还要买什么新车啊？报废车更有性价比。先生，我不知道您看中了什么，这辆是个报废车，发动机都被人拆了。如果您有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带您看准新车，不仅便宜，而且保准更有性价比。这个车既然没发动机，就给我打折上折，我看上了。这个从损毁的情况上来看，情况确实不错。这车要多少钱？我要了。这辆是个报废车，要卖的话5000块吧。好，我这就付钱。好。支付宝到账5000元。好，我现在就联系人，安排拖车给你把这辆车拉走。启动万能修复。哇，这技术不会连宇宙飞船都能修吧？100万级别的豪车就这样被我5000块钱拿下了。现在我也该回去了。哎，奇怪，人呢？哎，这好像我刚才卖出去的迈巴赫。哎，算了，和我没什么关系，正好省下个拖车钱呢。哎，兄弟，你的门口那辆顶级跑车得多少钱？不贵，不过依照市场价，那是价值600万的迈巴赫。你想开的话，就当5000块钱的面包车拉货用。哎，对了，我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叶氏集团的总裁看了你的古董，说你的修复手艺真是惊为天人。他没有你的联系方式，只能联系我。哎，不过啊，我已经帮你答应下来，明天就见面。那太好了，我们正好把新修好的这一批古董带过去让他看看。可以，不过现在我真得休息一下了。你还没有告诉我对方是谁呢？是咱们临县的叶氏公司总裁大小姐叶宁。居然真的是他！3年之约终于姗姗来迟了。对啊，所以你可得好好准备一下。
我会准备的。不过我觉得我们应该开一个公司。你也要开公司？对啊，我手艺这么好，没理由给别人打工吧？而且我们甚至可以收购叶宁的公司。这个念头真疯狂。那你明天去见叶总，我明天去办我们的公司。你尽管去做吧。你已经把昨天收来的残次品古董都修复了？当然，速度可以吧？当然可以，只可惜这一批价值不高，只有100万。哎，附近的店铺都已经被我跑光了。但是这些店铺虽然手里没货，但都开始坐地起价。估计夜市，对，只有夜市有足够多的货。这些都不是问题。等我们成立了自己的公司，就可以雇人专门去打理这些事情，不然一个人很难跑的。说的不错，我今天就先处理一下关于我们公司的事情。去吧。林先生，早上好啊！哎，早。哎，这些都是修复好的古董。当然，我打算挑一个带过去让叶总看看。确实可以，你就挑一个最满意的作品吧。就这个了。林先生，这些古董你有什么打算？如果你要卖的话，不如卖给我们叶氏吧。本来就是打算卖给你们的，叶家公司足够有钱，出手肯定快。自然，这一批我看差不多有100万，我这个估价没错吧？没有。喂，叶总，林先生有一批古董要出手，价值100万。好，我会转告的。林先生看我干什么？何不看看自己的手机呢？支付宝到账100万元。不愧是叶氏集团大公司，打钱就是快。接下来请和我一起去公司吧，门口已经有专车等候。哦，不用了，我还是坐我的迈巴赫吧。好。叶总，人来了，请。林卓，林先生对吧？我是叶宁，叶氏集团的总裁。早有听闻叶总的大名，我跟刘天能被选上，是因为我们运气好。运气确实重要，不过实力也是让运气彻底发挥的关键一环。我还是相信林先生的，只不过许多事情都要眼见为实。我想要亲眼看看您是如何修复的，而且我连修复工具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当然可以，我会又快又好的把它修好。不过这是一个独家秘籍，不能让其他人轻易看到。这点我自然理解。而且，只要林先生能完成修复，那么这个原价300万的瓷器我就免费赠送给您，算是对于我们合作之间的一个小小投入。这一个居然就有300万，真是赚大了。既然叶总这么说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我说话算话，况且它本身现在的价值已经相当低了。我和鉴定师先出去，林先生要是修复好了，可以再来通知我们。真是简单。叶总，已经搞定了。这么快吗？你去看看。没有任何的问题，简直和新的一样。不用了，直接给林先生吧。叶总，这古董确实不错，但是我觉得还是钱更加的温暖。林先生，稍等。财务部吗？再给林先生拨300万。银行提醒您，您有300万元到账。林先生，您的实力相当强悍，不知道是否愿意做我们叶氏公司的首席大师呢？很抱歉，我已经打算成立自己的公司，所以这次来是想要和叶总建立合作的。你可以给我提供资源和资金，我来进行修复就可以了。林先生的实力实在太强了，确实没有必要寄人篱下。我先给你的公司投资1000万，如何？1000万吗？多谢叶总。不用这么激动，我看中的还是林先生的能力，还希望以后我们两家的合作可以更多。我这边也会提供更多的古董给林先生。不用只提供古董，只要是高价值的残次品，都只管来我这里。林先生是认真的吗？这是当然，
我后续也会让我的兄弟去收集那些具有高价值的残次品，无论是什么，都可以来找我修复。好，既然林先生这么说，那我就去安排了。希望我们的未来能够越来越好。公司我已经弄好了，公司就叫万修，不管什么样的古董都能修。这名字不错，我已经跟叶总聊好了，他已经决定投资我们公司，足足1000万，并且支票都已经给我了。我靠，这么多！果然是大佬啊！一出手就是1000万，这么一看，我们之前那几百万简直就是小孩子过家家呀！就拿这笔钱去创造我们公司吧。啊，兄弟，我早就说过了，我们的康庄大道已经出现了，你尽管去做，继续招人，成立公司，然后我们一起赚大钱。那是肯定的，不过咱们刚租的场地要换，哎，算了，没事，咱们呀还是有1000万呢。那场地怎么了？足够大吗？足够大，但是稍微有一点破旧。哎，不过没事，我找人修理一下，毕竟你给我这么大一个惊喜。哎，不用换了，你把那地址给我，我去处理，然后你就可以着手去招人了。行，那咱们两个分头行动啊。好好。刘天也太省了点吧！刘天这也太省了点吧！不过无所谓，有了这能力，我何尝走不上世界的巅峰？回头让人过来装修一下就好了。林总，你小子怎么这么强？整个公司被你弄得像新的一样。我们是万修公司，这也是修的一部分。以后有这种事情尽管找我。那最近怕是没有了。不说了，我去招人，弄得差不多了，就给你打电话来看看。叶总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次来是为了私事。你看看这块表，是我爸年轻时候常戴的，只不过损坏严重，难以修好。你不是说你什么都能修吗？如果你能够搞定这块表，到时候我继续为你的公司追加500万的投资。500万？500万，这点钱我们叶家还是出得起的。叶总的期待，我肯定不会辜负。在这里稍等一会儿。叶总，我修复完毕了。居然修复得如此好，这人的技艺太高超了。林先生的手艺果然强悍，不知道如此的独门绝技需要多少钱，林先生才肯小范围的交给我的人。这就算了，这独门秘籍不可能传给任何人。好，那我们就只谈钱的事情。我会在一些朋友之间小范围的宣传林先生的实力，到时候一定会有更多的人来找你。毕竟某些物品本身或许不值钱，但对于个人而言意义却重大。这种物品修复起来最值钱了。那就多谢叶总，到时候赚的钱我们5分。这就不必了，对我而言这只是顺手的事情，所有获得的资金你自己留着就好。多谢。多谢。小事儿，那我就先走了。他这是想结交拉拢我呀，不过也好，有这种大人物提携最轻松。不知道刘天处理的如何，改天去公司看看。哎，刘天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女朋友苏沫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好兄弟林卓。卓哥好。不用这么客气，我今天专门闭店来看看公司。我初步是招了几个人，不过后续还会继续招人。我已经雇人做广告片了，到时候花上一大笔钱，打出名头，找我们修复的人肯定会越来越多的。那好，现在就去做。对了，这里有一张500万的支票，叶总给的。嚯，这还真是大树好乘凉啊！哎，这才过去了多久？自从送古董到现在，这投资恐怕都已经2000多万了吧？叶总还是看好我们的，不过我们现在要好好工作。这样，我先去买一个房子，专门用来古董修复。确定下来之后，就把地址发给你。行，没问题。加油，兄弟！
你可是我最好的兄弟了，这家公司能做起来，绝对有你一半的功劳。兄弟办事儿，你就放心吧，你只需要负责修复那些古董就行了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好。林先生，不知道您对我们这里是否满意呢？确实够大，能放下的东西也足够多，就这儿了。欢迎林先生成为我们这里的业主，以后您有什么需要，随时叫我。该发个消息了，这几天积攒的残次品足够多了。新房，新车，我现在什么都不缺了。哎，该好好休息休息了。卓哥，刘天太忙，所以让我过来送了。以后这些东西可以派别人来做，你们俩应该要去做点更重要的事。那都是以后了。虽然这些是残次品，但是价格也不便宜。没想到卓哥已经住上大别墅了。你叫刘天也买一套，你们也会越来越好的。你这一箱子肯定价值不菲。我们大概估算了一下，大概700万左右。700万，好，那我们就55分。那还是算了，不如73开。我和刘天商量过了，毕竟关键的还得卓哥来，我们做的都是一些没有难度的。那好吧，那我向你们保证，你们也会过上好日子。好，谢谢卓哥，那我就先去忙了。如果后面有的话，我们再送过来。哎，这下钱就来了。只要我把赚到的钱再投入公司里，以我们现在的速度，公司很快就成为亿万富翁的公司了。哟，林总，笑什么呢？叶总，是有什么东西要修复吗？倒不是有什么需要修复的东西，只是我得到的消息，咱们县城的王家要对你的公司出手了。出手，一定是我们触及到他的利益。没错，他们也会卖古董，也会修复古董，可是你的市场价显然更低一些，再加上有我资金的协助，所以关注你的对手会更多一些。林卓，无论如何，这段时间你都要打起精神来。这次如果你有什么资金上的需求，尽管跟我说。还是需要钱啊，和王家拼起来还是烧钱呀。叶总，你告诉我，我们的对手有多强？王家是县城的商业老大，我们叶家都排在第2，王家能够调动的资金能够到达接近5000万，所以我才和你说，有任何需要的东西，尽管和我提出来。我们这次一定要风雨同舟了。叶总，你知不知道某些高价值的残次品，最好是上千万的那种？这我不清楚，但我知道最近有一场拍卖会，上面会拍各种贵重物品，其中有一个是一个残次的古董，你要是能够修复，之后价格绝对不会低。那我明天挑个时间去看看吧。公司那边我会交给我兄弟打理。好，那我们明天就去。现在处理一下手头的事情，做好准备。是该好好休息了，那就等明天。这人怎么这么少？这里是私人拍卖会，而且卖的都是富豪们感兴趣的东西，所以人自然不多。而且我已经打听过了，我们需要的东西会第一个登场。拍卖会正式开始。我面前的这件呢，是原价值1000多万的明代官窑梅瓶，不过现在它只价值50万。现在开始起拍。这么破也能卖50万？这里最低的起拍价就是50万，我出60万。50万你怎么说？70万。这谁啊？王凯，王家大少。哼，还真是充满敌意的叫价。我出80万。90万。100万。这个100万1次，这么高价，100万2次，100万3次。恭喜这位女士。恭喜叶小姐得到了一堆碎片。
我可不需要你恭喜。你是谁？对着我笑什么？当然是感谢王少高抬贵手。我是万修公司的老大林卓，我们将会完好无损地修复这件价值1000多万的古董。原来是你啊，很好，你和你的公司迟早被我们王家给碾死。被碾死的只能是你。我们先走。虽然多花了50万，但是只要你能修复，这些钱根本不算什么。我能看出来，这个煤瓶至少值1500万。才这么点儿，对比王家的5000万，算什么？你把叶家给忘了吗？而且你自己的公司也会盈利啊，林卓。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，你只需要做你现在该做的事情，其他的我会替你解决。多谢叶总。运用好你自己的手艺，林卓，我先走了，公司那边还有事。好，叶总慢走。这点难度对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。1500万，这就瞬间来了。林卓，咱们公司呀，现在越做越大，现在已经几十号人了，苏沫呀都快忙不过来了。这只是刚起步而已，我们要继续做大做强。确实。哎，咱们之前的那批古董怎么样了？那一箱子的古董，不过才700万。但是你知道这个青花瓷多少钱吗？我去，你小子从哪儿搞到的？这可是明代的官窑煤瓶啊，价值1000万。因为王氏公司要进攻我们，这是叶总带我去的一个私密拍卖会上专门买来的。这要是当时多买几个，那不就更好了？哪有那么简单？这种残次品捡漏可是很难的。不过你把它还有那一箱古董都带走，我们就有2200万了。再加上之前叶总的投资和我们的收入，这次王家绝对会赚个头破血流。这肯定是绝对的。不过呀，这一切还是要靠你。要是没有你的技术，这恐怕都不行。但公司也需要人手运作，和王氏竞争的事情就交给你和苏沫了。我们公司有我的技术加上叶总的，我相信我们联手起来一定能将他打败。我也相信。哎，我先拍张照片。您有2200万到账。我去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喂，叶总，是你打过来的？当然，你的记忆是我亲眼看到的，自然相信。不过你也要赶紧送过来，否则公司的资金运作可能会有点问题。好的，那行，那你先忙，我就先走了。这一箱看起来价值400万，按照这个节奏，王家怎么和我斗啊？接下来就是等更多残次品过来，只要我不断链子，就不会输。有古董啊，我带来了。这些古董修复的真好，我们收了，我会尽快让财务给你打款。没事，不用了。你们叶总呢，给我打过了。啊，那我直接收了。行，那我先去忙了啊。好嘞。那小子居然敢嘲讽我，这就算了，甚至叶家也在帮忙，这一下我们的对手可就难做了。爸，如果我们解决不了林卓，王家可就要倒了。我王默怎么生出了你这个没耐心的儿子？我已经暗中调查了万修公司，他们公司真正掌握核心技术的只有林卓一个人。你知道这代表什么？代表什么？代表他们公司非常脆弱。我已经暗中派人往万修公司寄去了非常多的残次品，他林卓一个人根本就修不完，等到把他累垮了，他们万修公司就完蛋了。好，还是我爸厉害，这样我们就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。这还不够，狮子搏兔，一用全力，现在就去调动公司账户上的全部的资金，来和万修展开对抗。我们王家一出手，
就必须是雷霆之力。我这就去。哼，一个人怎么可能会撑起整个公司？只要你林卓累着，我们王家就必胜无疑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刘天已经忙得不行了，我们招收的人手都已经过百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些残次品突然就多了。卓哥，你能全部修复好吗？绝对能，而且这简直就是在送钱。好，那我相信卓哥，那我就回去继续搬了。好，等下，我先给叶总拍一张，他绝对会立刻打钱过来。银行提醒您，您有400万到账。叶总这么相信我们的吗？必须的，这是相信我们能够完美的修复好。但我们现在需要尽快把东西送过去。好，真是轻松。喂，叶总，一切顺利，感谢您的充分信任与支持。这些都是小事。林卓，你那边是不是最近得到的残次品迅速激增？叶总，你怎么知道？这是王家的阴谋，他们想把你累垮了。林卓，这个时候你一定不能倒下，一定要注意休息，不然的话这场商战根本打不下去。多谢你的关心了，叶宁。其实你知道，修复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很简单。王家不是想撑死我吗？不过他们很快就会知道，我是一个无底洞，喂不饱的。如果是这样，那我们确实可以轻松许多了。王家这次进攻可是投入了几乎所有的资金，只要能够击败你的公司，说不定可以吞下整个王家。到时候凭你的技艺，一举成为咱们县最大的公司都有可能。感谢叶总，不论我做成多大的公司，我都不会忘记你一开始对公司的支持。好，就先聊到这儿，挂了。你们以为我修复这些东西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和体力？错，其实我只需轻轻地按动一下表冠就能结束。王家，你就继续给我送钱吧，我会在这里等着。卓哥，这又是一箱，真有送钱来的。今天还有吗？今天估计是没有了。卓哥，之前那箱修复的怎么样了？全部搞定，拿走吧。全部都修复好了？都拿走吧。如果以后有人想给我们送钱，有古董或者说需要修复，都可以送来。行，我就先把这箱搬走了。只可惜这箱价值不高，才400万。唉，有人给我们送钱，400万也是钱啊。是。等一下，我先拍个照。银行提醒您，您有400万到账。带走吧。好。又修复好了。王家，我说你能不能用点力啊？送钱都送这么慢。我们的资金正在快速的消耗，不过叶总那边也在持续支持。王家的攻势虽然迅猛，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按照这样的资金增长速度，那么王家很快就可以击败。唉，幸好林卓顶住了。唉，要是他倒下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昨天的古董已经迅速出手了，我们又有几百万的资金入账，王家是不可能和我们继续打。我要他们王家跪在我们面前，求我们高抬贵手。得了吧，要求那也是求最关键的林卓，还有提供大部分资金的叶家。也是，要是没有他们的支持，咱们打败王家基本上是不敢想。你去休息吧，我来继续工作。好。肯定是送古董的来了，又要赚几百万。叶宁，这是谁啊？我是王家的家主王默，能不能请你高抬贵手，放过我们王家？王默，放过是绝对不可能的，是你先进攻我的。林先生，商人是不可能放任自己的利益白白溜走，我们的进攻也是正常选择。只要你愿意放过我们王家，我们保证绝对不和你再竞争。别啊，继续进攻我呀，继续给我送残次品。林先生，您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把古董给修复好，
足以证明我的战略选择是错误的。求求您放过王家，毕竟我们的选择也是出于商人的本能。哦，这块扳指的价值极高，我购买的时候就已经1000万了。如果林先生能够放过王家一马，我愿意把这枚扳指送给你。修复好之后，那价值绝对不会低于2000万。2000万！天哪，这还真的不少啊！王家还愿意离开县城，再也不和林先生竞争。当真？当真。只要林先生和叶小姐停下进攻，我们就离开县城。而且啊，把我们王家所有固定资产都留给您，还有这枚价值2000万的扳指。好，我觉得可以。你觉得呢？只要是撤出县城，我觉得没有问题。那就多谢2位高抬贵手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叶宁，王家现在的资产能有多少？3000万，我可是眼馋很久了。啊，才3000万，这个扳指都已经2000万了。古董就是这样啊，不然价值连城这个词怎么来的？叶宁，这次下来的资产你拿走一半吧，毕竟你从一开始就在支持我们，加上这次斗争，叶家也投入不少资金，这个扳指还有这次资产能让你回点血。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我们叶家这一次确实是费了不少力气，但是一半就不用了，我只要1000万，剩下的就留给你自己吧。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那我先走了，公司还有事。叶总，稍等，走之前我还想让你带点东西。叶总，比起扳指，我还是对别的事情更感兴趣。你呀，可真是个小财迷。这叫有上进心。好，那我就按2000万给你了。支付宝到账2000万元。多谢了。那我这次真的该走了。好，刚好我也得回一趟我公司。好像王家的攻势停止了下来。有那么快吗？最起码他们也得支撑几天。如果拼到底的话，那确实还能够支撑好几天，但是明显胜利无望，拼到底也只是个死。王家绝对不会这么做的。这是2000万。哇，2000万啊！哎，这是王家投降给的吗？那这不对啊！王家如果资金那么大的话，怎么还会有2000万？如果有的话，那为什么不和我们继续打？他们当然没有2000万的资金，所以王默亲自找了过来，把他的扳指给了我，我修复后又给了叶宁，这2000万不就出来了吗？我是没想到王默竟然找你求饶，笑死我了。那我们现在在县城不就有立足之地了？当然，这段时间我们可是大赚特赚。王家现在也选择退出县城，这足够证明县城只不过是个起点的地方。我打算整合一下王家留下来的固定资产，这些房产、店铺加起来足足有2000万。怎么了？王家还有好几处房产和店铺。对啊，这些都是王家的固定资产，他们一走也带不走，那不都是我们的了？我去，这都变成一条街了。如果把叶家算进来的话，那这一条街还真就是我们的了。算叶家的干什么？哎呀，兄弟，叶宁可是咱们县有名的大美女，你要是给她搞定了，那一条街不都是我们的吗？你们都说到哪里去了？而且我不是说了吗？我们下一步要朝着城市去前进，现在只是刚起步而已。那咱们去哪个城市啊？去红市吧，距离这边足够近。我们要继续在红市一鸣惊人。行，那我先去红市选好公司的选址。那我留下来整合这里的资金。我去找叶总，他还不知道这个决定。要是他继续支持我们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
叶总，我有事想跟你商量。什么事情？我打算离开县城，去红市发展。这么快吗？我建议你最好整合一下王家遗留下来的固定资产，他们也是做古董的，他们的资产你绝对可以全盘接手。这些事情都有人帮我处理，我对去进军红市有十足的把握。不知道叶总是否有这个想法？正好我也有这个想法，不过这件事我需要先跟我爸商量一下。不如你和我一起去，正好他也早就听说你了，也很想见见你。当然可以，我们现在就出发吧。怎么了？还能怎么？吵架了呗。女儿，他是谁啊？肯定是男朋友呀，不然怎么带回家？哎，爸妈，你们胡说什么呢？他叫林卓，我之前跟你们提过的。林卓，这是我爸妈。叔叔好，阿姨好。这孩子真懂事。不是都说了吗？他不是她男朋友。哎呀，爸，我这次回来其实是想告诉你，我打算去红市发展一下。有林卓的技术支持，我相信没有问题。你真的要去吗？你考虑清楚了吗？你爸我打拼了这么多年，才创出了这份家业，这如今刚交给你，才不到几年，你……叶叔叔放心，我的技术无人能比，并且我很迅速地击败了王家。可我听说，击败王家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叶家出的力啊。哎呀，爸，咱们家出力归出力，可林卓的技术也是无可否定的呀。可我又没有看到。老婆，你去年不是有个玉镯打碎了吗？正好，他就是一个修复大师，拿过来让他给修一下。是啊，那可是我最喜欢的镯子，还是我的传家宝呢。去拿吧。是这样吗？我这就去拿镯子去啊。坐。这是我的传家宝，林卓一定要修好啊。放心吧，阿姨，我肯定会修好的。不过有工作间吗？楼上就有，你去吧。爸，你就放心吧，他可以让这个镯子变得跟新的一样。如果他真的有这本事，你们就可以去红市发展。刚好那边我还有一些人脉。阿姨，您的玉镯。阿姨，您的玉镯。哎呀，老公，你看，居然和真的完全一样。不错不错，真的和新的一样啊。叔叔，现在如何？不错，你确实有这个能力啊。女儿，人家帮了咱这么大的忙，咱得表示一下。可是我现在可能给不了你那么多钱了，毕竟公司最近刚打败了王家，还需要一阵子时期回款。不过几百万的存款还是有的。那就不用了，你帮了我很多，这次修复镯子的事情，就当是我为叶家做的一点事情。这孩子真懂事。老婆，把那个支票拿过来。我们老两口还有点钱，你拿着。叔叔，这不是有点钱能形容的。这就当是我们俩支持了，你们去红市发展奋斗就可以了。爸，既然你都已经答应了，那我们稍后就开始行动了。对了，这次真的特别谢谢你，我一直想让叶氏能够走出县城。今晚放心，有我在，我们一定在红市能站稳脚跟。我相信你。
不过我们2家公司既然要去的话，最好还是离得近一些，这样很多事情做起来会更加方便。不过我已经叫我的好兄弟刘天去挑选地址了。这就是原创公司的行动力吗？不过我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，毕竟叶家在县城家大业大，所以搬过去还需要一些时间。好，那我就去红市等你。哎，看起来这怎么样？我找人装修了，后续的装修啊只会越来越快。的确是挺不错的。那是必须的呀，这儿可是红市有名的写字楼，还处于繁华地段。我当时啊花了不少钱，选了好多地方才选中的。怎么了？我在想，我什么时候也能够拥有一栋属于自己的公司大楼？这恐怕要很久了吧。咱们虽然资金充裕，但毕竟刚来红市，难免会遭到本地势力的打压。现在花这么多钱去买栋大楼不合适。确实有很多竞争如影随形，这很正常。咱们的崛起那不就是打压对手的空间吗？不过我相信你有解决问题的能力。那你先在红市这边进行一下布局，我再购置一套专门的房子用来修复。行，没问题，那你去做吧。你也可以给自己买一辆车了，毕竟你现在是公司的创始人之一。这个我考虑考虑吧。这是一张1000万的支票，叶家给的，你不用考虑，拿去用，剩下的钱就当投资公司了。行，没问题，我等会儿就去买。行，那我们去忙各自的事情吧。好。喂，叶宁，怎么了？你现在在哪里啊？红市啊，在新公司的区域。这次的公司比以前更大更好。不过我倒是在想啊，我什么时候能够拥有一栋属于自己的公司大楼？那这最起码也要等到情况稳定下来再说。你刚进入红市，这次的对手可不是那么简单。不过我倒是可以帮你一下。怎么帮？我花了点时间和我爸确定了很多细节，而他嘛，在红市还算有点人脉。据说今晚就会有一个红市本地公司的小聚会举行，专门讨论的就是你的公司。我去，你爸的消息这么灵通？当然，所以我才想要得到我爸的支持。他打拼了一辈子，拥有的人脉真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我们今晚就可以以我的名义来参加这个聚会。你要不先弄2个身份？好，这样也可以看看我的对手们的态度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现在你好好准备一下，回头我把位置发给你，到时候见。好。他就是范林，是本地最大的古董商人，掌握着范氏公司。我的公司一旦进入，就会优先被他的公司进攻，而你的万修公司也是如此。毕竟你的公司最主要的业务也是古董。那其他人呢？其他人我不是很清楚，我也是第一次来这里。这里的入场券还是我爸托人给弄的。你也来参加这儿的宴会？最近生意怎么样？最近在忙，还挺期待的。是这样。对。你就是叶宁吧？你认识我？我从你的身上看到了你爸爸的影子。果然啊，他还是没有放弃进入红市的念想。明明当初如果直接选我的话，他就能够在这立足。范林女士，我们只是来小聚会聊聊而已。你又是谁？是叶宁的男朋友？我是林卓。没听说过这个名字，不过出现在这里，应该是想让叶家在这里立足吧。这样吧，叶宁，只要你能够认我做干娘，我就答应你。你认我做干娘，我就答应了。范女士，我们不需要你的，我们只需要共同的竞争。好，那算我多嘴了。这次投资真不错。
这都什么意思？大家好。这怎么了？这是？他是郭峰，是洪氏商会的会长。商会里面可以说是包罗万象，各个行业的大佬都有。我们最需要避免的是整个商会的进攻。要是能够迅速的取代范林，那才是最好的。今天小聚，主要是因为在咱们隔壁县城出现了一个新的传奇，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击败了当地最强大的王家。接下来他就要进军咱们洪氏。据我所知，这家公司的主要掌控人叫林卓。糟了，范林绝对会立刻展开进攻的。他不重要，反倒是我们应该先得到商会的信任。所以今天召集古董界大佬过来，就是要商量一下接下来应对的对策。这头过江龙现在势头正猛，但是我相信你们能够自行解决。如果搞定不了，再来找我。嘴上说着让自行解决，但实际上他召集来这么多人，其实就是已经出手了。是啊，这些人不联合起来还好，但是现在郭峰只是简单一出手，这些人就已经被捏合起来了。范林啊，你怎么走了？这次会议非常重要，虽然你背靠商会，但是你要知道，商会可不会轻易出手，因为没有人会为你擦屁股。郭会长，嗯，你好，我是林卓，这位是叶宁。哦，叶宁，你我倒是听说过，你父亲当年在洪氏也算是个人物。至于林卓，真是没想到啊，你会出现在这里。我来这里只是想告诉郭会长，我的公司可不是要和整个洪氏的商人作对，我只是想要谋求一个合适的地位。我当然知道你不会和我们所有人作对，因为任何公司都有自己侧重的方向。你是修高级物品的和卖古董的，总不能和一个卖冰激凌的竞争吧？不过你想要合适的地位，那我就只能跟你说一句，去和范林交手吧，年轻人。郭会长有没有什么心心念念的东西，我可以修复，而且我的能力你应该也有所了解。好，跟我来。你们稍等一下，我去拿些东西。哇，好大的别墅，比起我在县城里那个要好上不少。这多正常。县城终究还只是县城，和大城市还是比不了的。不知道这次郭峰会拿出什么东西让我来修理。我觉得不太可能是什么古董，更有可能是一些奇怪的东西。这个东西你能修好吗？我找了许多的修理工，都说部件过于老旧，找不到配件，没法完成修复。当然可以。我想问一下，这里有修理间吗？楼上办公室我有一些工具，你去看看。希望能够修好。至于我本人是不会选择阻拦你们的，但是别人我拦不住。虽然我是会长，毕竟我不是别人公司的老大。谢谢郭会长。郭会长，已经搞定了。郭会长，抱歉，这是家母留给我唯一的东西，里面存着以前他给我发的许多消息，现在终于可以再看一看了。这是我名下的别墅，价值1000万，送给你了。至于竞争，我就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毕竟触及到别人的利益的时候，压不住。感谢郭会长，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。郭会长，节哀。那我们就先不打扰，先走了。好。没想到这就得到了一栋别墅。对于郭峰来说，你能修复手机可以说是价值连城。不过我是真没想到，你似乎什么都能修，还能修得又快又好。
这些小东西啊，修复难度其实并不高，比起那几箱古董还是容易太多。那倒是。这里看起来挺不错，到时候呀，我就可以在这里修复我的古董了。这下我也知道你的居住地了，以后有麻烦也可以来找你了。永远欢迎你。那就行。不过我现在要回趟公司，毕竟公司还要做最后的准备。你也要多加小心，毕竟范林已经开始做好最后的进攻了。1000万的别墅，之前在县城买的才不过几百万，这次啊直接变成了1000万，还真是瞌睡来了地枕头。喂，刘天，我已经得到了新的别墅，到时候你派人把东西送过来就可以了。我去，你这动作足够快的啊！哎呀，还是有叶宁帮我们。他老爸以前在洪氏好像挺有名头的，参加了一个聚会，直接和本地商会会长打好关系。不过也算是得罪了范氏公司，掌握他的范林就是本土的古董商人。无所谓，得罪与否，我们都是一个领域，本身就会竞争。是啊，但是我感觉有叶宁的帮助，问题不大。哎呀，叶宁就是个宝贝，赶紧把他追到手吧。没这么好追吧？我还没追过女总裁呢。哎呀，你怕什么？你也不是一般人，只要一直保护他、超越他，自然就会对你高看一眼。那不就是正好自我提升吗？我记住了。那就好好去做吧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公司已经快完成转移了，到时候可以轻松应对范氏公司。还是事业为重最好。我在这里等你，尽快把一些东西送过来。好的，明白了。还是和之前一样，但是我的钱，我的公司，这一切好像是越来越多了。范总，怎么了？郭峰的态度犹豫不决，这和之前的态度对不上啊。看来是林卓和叶宁用了什么方法说动他了。那怎么办？我听说那个林卓的实力可是相当强悍，他简直就是个传奇。像这种快速崛起的传奇，任何挡在他面前的对手都会被他直接击败。那么慌干什么？起码郭峰还帮我们约了那么多洪氏古董行业有头有脸的人呢。可是那些人面对对手估计起不到太多的用处，而且对方是针对我们而来，他们恐怕会更加的犹豫。跟我作对，我会让他们知道跟我作对是什么下场。我们现在就开始竞争，我们的古董价格还有修复的价格，从今天开始进行全线优惠。我要烧钱，我要把万修公司给烧死。现在嘛？难道还要等他们都准备好了吗？打的就是一个措手不及，快去。是。以为说服了郭峰就万事大吉了吗？我在这里辛苦耕耘了这么久，可不会被你们给轻易击败。公司已经全部搬过来了，县城那边只留下来一个分部，但是我感觉情况没那么乐观。范氏公司的价格战来势汹汹呀，林卓。那又怎么样？我们有能力打下来。你真的能顶得住吗？我听说他们团队可是有几十人，都是在本市赫赫有名的大师，可是你只有一个人。兄弟，你真的不用担心，你现在只需要使劲把残次品往我这送，而且叶宁的公司也在路上，到时候我们用低成本收购残次品，他再拿去卖，胜利只能属于我们。我也希望吧，我本来以为这次和以前没什么不同，但是范氏公司是价值50亿的公司，跟王家还是很大差距的。别怕，我会支持你。行，那我就先走了，你先修复。这批东西差不多有将近1000万。你这做的不是很好吗？去吧。几十人修复有什么用？我直接当场就修复，就算几千人也没我快。你来了，快进。你来的正好，这是1000万的古董。
稍等一下。银行提醒你，你有1000万到账。谢列宁。这些都是小事，而且这次是给你带一个东西，是我在县城那边偶然淘来的。你能拿过来，这个绝对不简单吧？当然，这个是当年郑和下西洋时御赐的龙纹压手杯，本来有12只，只是后来失散，能够寻找到多少都不好说。所以，如果你能把它修复好，少说价值3000万。我感觉你不用这么紧张，反正如果它坏了，你还能修复。倒也是，不过这3000万，你们叶氏恐怕吃不下吧？当然可以，毕竟吞掉了王家的一部分资产后，叶家也已经壮大不少。但是我们更需要和范氏公司对抗。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拿出去进行大力宣传和拍卖，毕竟遇到喜欢的人，说不定愿意花更多的钱。可以，也只有这种足够昂贵的古董，才能够让我们花费极多的精力来宣传，如此也可以打响公司的知名度。那就这么做，你先修复吧。等我一会儿，我去工作间修复一下。这下3000万就在你我的手里面了。我会好好运转，到时候售卖的价格就全部交给你来和范氏对抗吧。我觉得你至少要拿1半，你后续进入这里也会遭受到对手的攻击。要是叶氏公司倒下了，那可就麻烦了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谢谢你，林卓。这还用客气？我们不仅是最好的合作伙伴，还是最好的朋友。最好的朋友？那刘天算什么呢？他是我最好的兄弟。公司已经开始转移了，我的选址就是在你的公司楼下。这么快？那可太好了。明天应该公司就正式落地，到时候你要来看看。必须的。那我就先走了，最好的朋友。怎么感觉被玩弄了呢？这就是几十年的公司嘛，底蕴真是雄厚，各种事情做的都是井井有条。以后有空我倒是可以指点一下，不过还是先说一下情况吧。范氏公司的出手果然非常果决，动用了上亿的资金来和我们对抗，并且我预估后续还会持续投资，还有可能利用自己作为行业老大的身份来暗中集结其他小老板，来排挤我们。这些人一出手都这么凶吗？因为你现在被他们称之为传奇啊，虽然眼下还不够强大，但你已经创造了奇迹，对手不可能忽视不见，更不想成为下一个王家，连滚出洪氏都需要哀求着留一手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已经开始持续投入了，绝对能够抵抗得住。太感谢了，如果没有你，我都不知道公司该怎么挺过去。这就不用了，毕竟你本身就很值得投入啊。走吧，我们去拍卖会。你之前修复好的龙纹杯已经准备好拍卖了。这么快？当然，我们可是连夜运作和宣传，这种价值3000万的古董可是真的不多。那就快走，我想看看到底能够卖多少钱。各位，拍卖会正式开始。今天起拍的第一件拍品就是面前的这件完整的海天龙纹压手杯。据说当年郑和下西洋得到的就是这御赐的12只，不过旅途漫长，后来尽数失散。现在能够得到其中的1只都是无比艰难。起拍价2500万，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0万。范氏公司出价2600万。太惨，之前居然没有注意到他。他肯定是想要买下来，然后看看你到底用了什么样的修复手法。毕竟这么贵重的古董，修复的难度跟普通的可不是同一个级别，手法也不一样。我出2700万，2800万，3000万，3100万。无论今天在场的人出价多少，我都会多出100万。这价格绝对水涨船高。他要是拍下来真被他研究出什么，可就麻烦了。放心吧，他什么也看不出来，我有这个信心。哼，我出3500万。
3600万3700万，3800万。各位还有更高价格的吗？3800万一次，3800万2次，4000万，4100万。我去，4300万，4400万，4800万，这么高，4800万，4900万，5000万，5100万。多少？5000万！范林这次可真是下血本了，这一下简直就是大出血啊！他肯定是想要拍下来，然后反向探查出来你的手法。只要掌握了你的独家能力，就能从根本上瓦解我们的优势，所以他才会这么拼。让他去研究吧，反正他什么也研究不出来。我就喜欢你这个态度。5100万一次，5100万2次，5100万3次。恭喜范林女士拿下这届海天龙纹压手杯。送，现在就给我送到公司去，资金我回头就打过去。明白，范女士。恭喜范女士。希望范女士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。5000万？错了，是5100万，100万也是钱啊。对，100万也是钱。各位，面前的这件呢，是一个碎片完整的天字冠，据说是明代的宝贝，当年是被皇帝赏赐给有功之臣的御物，价值不菲，起拍价300万，每次加价不得低于50万。没想到这里居然有我们需要的。这个要是修复好，也能赚一个大价钱。我现在又有一个新的想法。350万，400万，450万，无论谁再加价，我都加价50万。我靠，哥们儿，这只是个破损品，你那么拼，你要是喜欢，给你就好了。450万一次，450万2次，450万3次。成交，恭喜这位先生。银行提醒您，您有5000万元到账。怎么少了100万？拍卖行抽走了，拍卖行可不会白打工。也对啊，不过我们这次也是赚翻了。我们去后台拿走我们的东西，然后回去吧。好，回我的公司去。苏沫，好久不见。苏沫，好久不见。我把县城的事情处理完，就赶紧来这里了。我就说嘛，这天字冠看起来就不简单。这是明代御赐给重臣以示奖励的天字冠，价值至少3500万。要是拍卖的话，不敢想。范林不是想要我的技术吗？所以你们在宣传这个天字冠的时候，要着重宣传我呕心沥血、花费的时间长，以及我夜以继日的修复。着重强调你花费的精力和手法，这样范林就不得不再买回去。必须的，范林这次依旧会无功而返的。想看我的手艺，没那么简单。这可是赤裸裸的阳谋，吃也不是，不吃也不是。坑人吗？我最喜欢了。我拿回去修复，你们好好继续宣传，争取把范林一次带到坑里，一去不复返。好，那我现在着手就去宣传。先走了。那我和刘天就集中对抗范氏公司的攻势了。价格战方面随便打，凭我一个人绝对能支撑起来。哎呀，我相信你，咱们两个能不能飞黄腾达，全靠你了，林卓。我立刻就拿去修复。那行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好。范氏集团还怎么跟我斗？我再一次坑他几千万，燃烧掉他上亿的资金，看他怎么跟我打。刘天和苏沫出去工作，不过也无所谓，他们回来之后就会看到，
唉，我也该好好休息了。赚钱就是这么容易。怎么样？你们看出什么没有啊？范总，初步检查结果完全没问题。我们会努力调查的，很快会给你一个结果。很快是有多快？你们知不知道我买这个杯子花了多少钱？5100万呢！我们现在整个公司现金流才3个亿，之前为了对付万修集团的竞争，我就已经投了1个亿了。这个杯子又花了5000万，你们现在告诉我什么都没看出来吗？放心，我们一定检查，明天一定给你结果。我现在就要查。说呀，给老娘说！还没发现什么，我们完全没有看出这是怎么修复的，这就跟真的古董一样。范总，万修公司那边得来一个新的破损天子罐，说是灵卓大师要拼尽全力用所有的记忆进行修复，然后拍卖。他们这就是在挑衅我！给我继续查！请开！这他妈都摔碎了，还怎么查？怕什么？它已经摔碎了，给了咱们一个绝佳的理由。走，出去喝茶去。走，喝茶。是时候了。这半个月，我们可是一直都在宣传，甚至连你的公司都暂停了所有的古董贵重物品的修复。现在，所有人都认为你在竭尽全力的修复天字罐，看起来倒是不错，不知道摸起来。看来啊，宣传非常到位了。那是自然，在这方面我可是行家。那拍卖会什么时候开始？距离拍卖应该还有1个小时。怎么样，要不要去看看范林的囧相？必须的，走。他就在我们身后面。他中计了，而且我特意打了招呼，第一件就是我们的。不知道今天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捡漏？我提前得到了拍卖名单，这次没有了。没有也行，我们再次重创了范林，这一次他肯定没有办法跟我们对抗。当然，他初期投入了1个亿，近半个月来又陆续投入几千万，我可以说这就是他的孤注一掷了。如果他失败了，他要么只能去银行贷款，要么就只能卖掉自己的投资来回血。我是不会给他这个机会的。我们要一举打破对手的心态，让他直接放弃和我们对抗。相信我，他很快就到。可惜刘天和苏沫不在，他们要在公司里处理点事儿。公司需要他们坐镇。是，好戏要开场了。拍卖会正式开始。今天我们第一个要拍卖的就是修复几乎完美的天字罐，起拍价3000万。每次加价不能低于100万，3200万，3300万，3400万，3500万。不跟了，这第一波有点平淡啊。放心吧，像这种顶级古董从来不缺追求者，而且我还提前宣传了半个月，来这里的有钱人绝对不会少。范林这期的压力可就大了。4000万。你看，我就说吧，4100万，5000万。这人谁啊？不知道，反正比你我都有钱，比范林也有钱。5100万，5500万，5600万，6000万。加油，范林，快点加钱。6100万，7000万。我这个人也太有钱了吧！这下逼得太紧，范林要是不买，我们岂不是亏大了？有了7000万资产的加入，已经很不错了。我这不是想着让利益最大化吗？ 7000万一次，
7000万2次，7000万8000万，8000万！无论今天在场的出价多少，我都多出1000万。我一定要得到这个技术，只要能够得到完美的修复技术，所有的损失都可以彻底的挽回。8000万1次，8000万2次，8000万3次。恭喜范女士，需要把天资冠送到您公司吗？送，现在就送，送完之后立刻给你打款。您有8000万到账，居然是8000万！这是拍卖行在讨好你了，想让你以后修复了什么好宝贝，优先选择他们。好，闹剧也结束了，我们也走吧。范总，这实在是检测不出来。范总，这已经是全球最顶级的机器了，如果他没有办法，那全世界都没有办法。范总，你没事吧？那我要你们俩有什么用啊？你们俩都给我滚！喂，郭峰，我不管他们给了你什么好处，我现在要抵不住了。现在来不及了。为什么来不及了？不是商会里还有那么多大佬吗？让他们帮我一把吗？你能赢吗？你连自己都觉得不一定能够赢。我不甘心，我一定要击败他们！别斗了，现在是看不到胜利的希望。虽然你还有余力，但是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。范总，您这是要去哪儿？银行。不知道哪来的阔少，将价格提到了7000多万。我本来以为会被他拿下，但是范林在最终时刻加价到8000万，而且他还说只要谁加价，额外再加1000万，直接加1000万。这恐怕他得卖掉公司的一部分才能买下来吧？如果继续竞争，确实如此。但那个阔少在关键时刻怂了，毕竟范林当时的气势挺吓人的。不错，但是我们的计策成功了。范林这次不可能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，而且还让他亏损了不少。不知道范林接下来会怎么做？我感觉呢，他们会像王家一样，虽然还有能力斗争，但是看不到希望，有什么用？喂，郭会长，你有什么事吗？范林去银行了。看来郭会长还是愿意稍微支持我们一下的。我跟叶宁去银行，你们在这儿坚守阵地，维持大局。好，好，走。行长，你也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，出现了新的挑战者，我们必须先把他击败之后，才能保持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吧。范女士，现在你还能不能保持优势还很难说呀。我怎么会很难说呢？不是，你要了解我的实力啊。是你们？行长你好，我是万修公司的林卓，这位是叶氏集团的叶宁。原来是两位正当红的能人呀，欢迎欢迎。行长，以你我的交情，你不会也要在这个时候弃我而远去吧？这样吧，我手里现在有2栋烂尾楼，是上个倒闭的公司留下来的，你们谁能帮我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，我就给谁贷款。没问题，我现在就去联络商会的建筑公司，让他们尽快解决。我们有合适的人选，行长，你只需要在2天后过来进行查收就行。我们不需要行长给我们贷款，我们需要行长不给范林贷款。2天？你要真能在2天之内解决这个问题，我不仅会拒绝范林的贷款，我还会以个人名义给你们进行投资。那我们可就等行长的投资到账了。走。这看起来不简单啊，你打算怎么搞定啊？我说了，2天就是2天，你先回公司，叫其他人继续努力工作。范林的落败指日可待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
还没有试过，能不能修复？我觉得没有问题。果然，万能手表就是万能。范林，我看你怎么跟我斗！哼！什么？什么？行长，我如约而至。范林携款潜逃了。跑了？他肯定是提前得到了你已经完全修复的消息。虽然烂尾楼附近没什么人了，但是范林派人去看一下，就门清了。真没想到，他是这种人。还是你给的压力太大了。是他太脆弱了。这是行长给的投资吗？当然，范林跑了固然可惜，但是问题不大，毕竟有你的出现顶替着他的位置。加油，林卓！现在可是吞并范氏集团的好时机呀！好，那我这就回去处理。快，我们要尽快收购范氏公司。大家都已经行动起来了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来告诉你这个好消息呢。目前范林不知所踪，整个范氏集团可以说是群龙无首。不是不知所踪，而是携款潜逃了。看来范林早就被你打得没有信心了。是啊，最后的烂尾楼项目直接彻底击碎了他的心态。他一倒下，公司就会迅速接手他的位置，而我们在洪氏也有一席之地。那你接下来打算做什么？是留在这里好好发展吗？不可能，我的目标是进军中省会，洪氏只是跳板。进军到中省会之后，我们还要打到全国。不断的进取，足够强的能力，这不就是我一直所寻找的男人吗？好，那既然如此，就把叶氏集团也并入到你公司的旗下吧。你家里会同意吗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才是总裁，我有权做这个决定。怎么，送到嘴边的美肉也不吃了吗？既然你下定决心，那就去做吧。就等你这句话呢。好，既然做了这个决定，那这次就由我来打这个先锋。我先去中省会看看情况，为公司选好落脚的地方。好，这一次靠你了。这下，这一切都是我的了。这一次，范林居然认怂了，直接就跑路了。范氏公司的事情解决的怎么样了？现在已经有不少人选择投资和支持我们了，而且因为叶氏的主动并入，现在万修公司已经市值100亿了。100亿，爽！来，喂，叶宁，你是要来庆祝吗？我是来问你要钱的。你不是一直想要一栋属于自己的公司楼吗？我已经看上了一栋楼，不过需要5个亿才能拿下来。账钱你尽管拿，我相信你。好，那我就先去做了。哎，林卓，跟我说实话，你跟叶宁发展到哪一步了？我觉得叶宁可不简单，你可千万别被完全掌握了。这还不好说。既然这样，不如干脆去中省会多多见面，才有机会。对呀，这里啊，我俩来把控着，你跟叶宁啊继续发展。好，我改天就会过去。不过今晚我们一定要喝个痛快。来，应该是这里吧。你可算来了。林总好。好，大家都好。怎么样，喜欢吗？喜欢，你做的这一切实在太棒了。你喜欢就好啊。看来我没猜错。猜错什么？那当然是我的观察和猜测了。我就觉得你会喜欢这些。你一直都在观察我？当然啊。
不了解自己的老板，怎么能做好一个秘书呢？等等，秘书？从我的衣服上看不出来吗？还是说你觉得我不配做你的秘书？亦或是说你就想让别的女人做你的秘书？都不是。你的能力我可不会怀疑，只是感觉你做秘书太屈才。你的能力比我强太多了，我做你的秘书刚刚好。好，那你以后就做我的秘书。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那你以后有工作需要的话就联系我，没有工作需要的话也可以找我。这女人，妈呀，比不过。这公司挺好的，但是我已经为你准备了一个庄园，里面有全套的仆人团队。我找你要的那5个亿里面，就有1个亿花在这上面。我去，1个亿的庄园，还有仆人团队？当然，一个那么大的庄园，如果没有一个专业的团队的话，就靠几个保姆来维持吗？好，好，好，快带我去。走。怎么样，很不错吧？当初我来的时候，也是在管家的带领下，花了1整个下午的时间才了解个大概。1整个下午？还只是了解了一下我们必须要了解的事情，其他的就只是简单介绍，大家看了一下就结束了。这就是有钱人的生活？这可不是有钱人的生活，这是富豪的生活，是林家家主的生活。对，是林家家主的生活。欢迎回家，主人。好，好，好，都不用鞠躬了。主人，需要我们先带您参观一下吗？好，那就都跟我去参观吧。我去，这一趟真花费时间，累死我了。确实挺累人的，不过也很值得啊。而且这个卧室我是专门找人叮嘱过的，一定要足够大，足够私密，这样你的手艺才不会被外传出去。确实可以，这个房子足够大，可以装得下的东西也足够多。这一切都是你应得的。对啊。林卓，你觉得我今天美吗？很美。那还等什么？你终于醒了，老公。我真没想到，你居然这么主动。我要是再不主动，你就被别的女人抢走了。那不可能。好啦，我们现在也该起床了。你是不知道，公司刚搬过来，遇到了多大的麻烦。还有麻烦？昨天怎么没说？现在不是说了吗？至于麻烦，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。就是省会的商业联盟已经提前准备好要联合起来对付我们。要联合对付我们吗？据说还在思考中。毕竟我们公司主要的是应对古董，而不是其他的。那就和我们在红市一样，先瓦解他们。我们是卖古董的，跟那些弄食品、搞建筑的都斗不到一起。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但这次不太一样。你打听好本地商业联盟的大佬了吗？我们可以先过去看看。其实打听倒是容易，毕竟他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但想要见到他就是难事了。喂，苏梦，你们已经准备好了吗？卓哥，刘天他受伤了。他怎么会受伤了？是被古董不小心砸到了腿，他现在就在医院。好，你等着，我马上过去。我也去。怎么了？等我扶着你，先去衣帽间把衣服换好，我们就去。
你给他们打电话干什么？没必要。你看我这又没有伤筋动骨的。他不是你兄弟吗？再说了，你出的这事也瞒不住。医院不是说了吗？还要后续观察才可以。刘天，你还好吗？哎呀，小问题，医生说最多半个月就可以出院了。那就好，我们还以为你要多住上几个月呢。对啊，我还以为你小子倒霉到底了呢。哎呀，还不是因为他，我这骨头都没啥事儿，他就哭得稀里哗啦的。那多好啊，这是关心你呢。哎呀，你们呀也都别待在我身边了。公司现在怎么办？你们该忙什么就去忙什么吧。刘天说的对，我在这里照顾就好了，你们一定不能耽误你们的时间。不知道我的手表能修复吗？回头找个机会看看。好，那既然没什么事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公司那边确实需要多一点的功夫。那我和林卓就先走了。好。那这，要不然你也一块儿回去啊？那怎么行？哎呀，那你说你也不能一直待在这儿。你晚上你睡哪儿？难道睡我床边？哎呀，不是，你看护士、医生都在，你回去啊，好好休息吧。知道了。走吧。今晚怕是有人要死。谁啊？就这个老头啊。原本他住在最顶级的病房，结果他的家人确定没救了之后，直接放弃治疗了。这不送到这普通病房了，没有那顶级的仪器吊着命，他绝对活不过今晚。你确定？应该不会观察错。我去，他死了！这前1分钟我看他还在呼吸呢，我得赶紧去找护士长。你在这别动哈。真的死了吗？应该还没凉透吧。正好，我用我的手表试试看怎么样。老夫怎么会在这里？你真的活过来了？什么？老夫居然差点死了！小友，老夫名叫于山，是中省会的前任商盟主席。你的救命之恩，老夫无以为报。但是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你能否告知你叫什么名字？哦，我叫林卓。哦，老夫先走一步。我去，他居然是前任商盟会长，那我以后进军中省会的发展，那岂不是有保障了？人呢？走了。哇，看起来真的有用。你就好好睡觉吧，等明天起来，你就会发现你的伤都好了。喏，没想到你倒是很会做这些啊。当然了，照顾自己的男人，当然会。我以前的女助理就是这么帮我的。李月，哟，叶小姐认识我？当然，你是中省会商盟的主席，自然不可能不认识。李主席，你到我这儿有何贵干？
省会和红市不一样，那种小地方的商会没什么能耐，但我们的商盟可不一样，我们坚不可摧。这些年来，也正是因为我们一方有难，八方支援，我们商盟里的每个公司才能屹立不倒。这份合同上，让我们公司每年上交净收入的30%。哼，你作为新公司，自然是要多交一点，而且只要加入了商盟，以后有人针对你们，我们一定会帮你拿这笔钱解决麻烦。这份合同我们不可能签，让我们上交就算了，竟然还定死了我们的合作方向。那你们就和整个商盟对抗吧！我提前给你们交个底，我们整个商盟所有的公司市值加起来数千亿，能够调动的资金也接近100亿。最后，哼，谁让你这个小小的秘书这么跟我说话的？长得这么漂亮，该不会是靠身体上位的吧？口出狂言的家伙，她是我的女人，她以前是个总裁，我只是一个初创公司的创始人，她一步步帮助我走到了今天。现在公司大了，她才放着总裁不做，做我的小秘书。跟你这种没有素质的人讲道理，完全不需要用语言，而是用我最经典的力学。你这个野蛮的疯子！你这个野蛮的疯子！你个野蛮的疯子！你！如果以后再敢来我们公司，我就让保安把你打出去。笑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被人保护的感觉真好。我会一直保护你的。那合同的事情怎么办？合同的事情你放心，我会立刻解决的。你好笃定啊！也不是那么笃定，你只管继续工作，把那些古董送到庄园就可以了。雨山走得那么着急，也没个联系方式，现在都找不到他了。那我先去准备准备，那你也先回去，毕竟你才是整个公司的核心支柱。好，我们在庄园碰面。林主，没想到吧，我回来了。刘天的腿啊，恢复的特别快。没想到这小子还挺皮实的。哎，你兄弟这身体好着呢。还有这一车呀，你要收好了，这些都是我精挑细选的，市场价值2000万。价值2000万吗？东西真的不便宜啊。哎呀，那也是必须的。咱们万修啊，名声已经打响了，就算沙蒙想针对我们，那也没有什么办法，毕竟他们也没法阻止人们给咱们送东西来修复呀。你说是吧？好，好，做得不错。还有做得更好的呢。不过一会儿应该就来了。什么也快了。支付宝到账2000万元。我去，这难道是这批古董的价格吗？可是我还没修复完成啊。虽然你还没有修复完成，但你的名气已经打出去了呀。对啊，你看，像这一车的古董加名贵物品，只要人们已经确定送来了你这里，他们呀自然会打钱。毕竟呢，以你现在的能力啊、速度啊、手艺，已经没有人可以质疑了。好，天大的好事儿。那行，那你赶紧把这些东西都完成了。放心吧，我绝对会尽快修好的。行，那我就先走了，公司的事情我还要去处理。那我就不走了，留下来陪你。你要留下来吗？怎么，你不喜欢我留在这个房间吗？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我知道你担心什么，那你先修吧，你修好我再进来。真是个好女人。果然，越是往高处走，
接触到的高品质东西就越多。我要是马力全开，你们拿什么跟我斗？叶明，进来吧。这就已经全部搞定了吗？那这样的话，我们甚至有机会击败整个商盟啊！我们本来就能够击败他们。这种男人，可要想办法抓住他的心，不如给他生个孩子。我今天好看吗？你每天都好看。嘴甜。师傅，没想到您的病突然就痊愈了。是啊，我回来了。我也想知道是谁对我不利。如果有人敢对我师傅不利，我第一个不会放过他。我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。不过这次醒来，和一个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你帮我去找一个人，叫林卓。林卓？不会是我想的那个林卓吧？这个人不是普通人，就算在省会，那也是1号人物。师傅，您就这么确定？你是在怀疑我的眼光吗？不敢。很好，很好，出去吧，帮我找到这个人。是。老头居然有救命恩人，还叫林卓是吗？哼，无论是哪个林卓，我都不会让他好过，更不会让他见到老东西。李月，你对我出手吗？不过很快就会有结果。如果你不想让我好，你肯定不会去找林卓，到时候一切就水落石出了。哼，臭小子，你真以为我没有办法对付你吗？我是于山，我回来了。这一推车到底值多少钱？有5000万，现在送来的东西是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多了。有得力的人在身边，真是好啊！支付宝到账5000万元，又是5000万到账。照这个速度，中省会的那群古董行业老大怎么和我们斗？现在对手是不会直接下场和我们斗的，毕竟现在出面处理问题的一直是商盟。虽然商盟真的在做事，但是整个商盟联合对抗起来，总比单干一行站起来强大得多。所以这才是现在的问题，怕不是我们现在真的要先解决商盟才行。我就先出去了。不过不许再盯着那个女仆看，听到没？我哪有？回头一定让你对其他的女人没兴趣。唉，我不会真要累死在同一块田上。支付宝到账1亿元。我靠，1个亿！真的有这么昂贵的东西吗？亲爱的，我们现在好像也没有事情做了。我最近准备健身呢，我还要留点力气。健身？我最近不是天天陪你健身吗？喂，你是谁？林卓是吗？哦，是我。你的声音……我是于山，林卓小友。啊，于先生，没想到你竟然能找到了我的号码。老夫是个知恩图报的人，自然不会忘记小友。眼下我已经给你的账户打了20个亿。多少？20亿！我的天，竟然真的有20亿！支付宝到账20亿元，居然真的是20亿！这么多，
这应该可以帮助小友暂时度过接下来的艰难时光，因为接下来整个中省会的商盟应该会发动更加猛烈的攻击。不过小友尽管放心，如果你有任何资金欠缺，只管找我要。这怎么可能还缺啊？这可是20亿。那就好，总之有任何需要就找我就可以了。不知道于先生需要我们做什么？当然是让李月这只狼露出尾巴来。我甚至怀疑李月身后还有其他人，所以我需要小友的公司当做一个诱饵。没问题，有于先生的支持，我可以说这次危机已经度过了。小友可不能这么想，李月那个家伙可能会动用各种手段来针对你们。于先生放心，我们万修本身也是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。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先挂了，后面再聊。你是怎么和玉山认识的？之前我晚上去看刘天，正好看到于山被奴帅来等死，但他显然还有一口气，我就帮忙叫了医生，医生把他救了过来。他对我万分感激。那太好了，这下我们冲击中省会，岂不是已经胜利了？必须的。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庆祝一下？卓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刘天呢？他最近一天天的忙得没头没尾的，最近几天都没有空。不过卓哥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躲人。叶宁真的把我当牲口了。这样啊，其实还好吧，总比刘天最近都不搭理我要强。不会的，你不知道我们有20亿的投入资金吗？现在中省会表面上似乎跟商盟一样还在针对我们，但实际上已经结束了。或许吧，他可能真的是因为这20亿忙得不可开交。啊，老婆，我来找苏木商量点事儿，待会儿就回去。我爸妈正在闹离婚，现在可怎么办？什么？离婚？不行，我们先去看看。当初叶开可是说了最喜欢我的，对吗？叶开，这话你还要再狡辩吗？我就没说过，真的没有，你不要听他说嘛。爸妈，你们冷静点好不好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找我的老情人，有什么问题？你现在是携款潜逃，我这就报警抓你。报吧，反正啊，省会那边会有人保我。李玉，算你聪明啊，不过你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？只要能够把你拖在这个地方，让你没有时间去修复那些残次品，你们万修公司的落败那是迟早的事情。妈，这些陈年旧账快过去好不好？哎呀，过不去！你没听那个范林说的什么吗？这怕不是外边孩子都有了吧？哎呀，没有，但是我承认有一些是真的，但有一些都是他胡编乱造的呀。那个范林就是对手派来故意破坏我们关系的，他说的话不能信。哎，你又不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人，你怎么知道这是假的呢？闭嘴！不知道这手表能修复关系吗？不能让岳父岳母这样子吵下去。我上个厕所。老公，我错了，我怎么那么不讲理啊？老婆，对不起，我也有错，我不应该在外面沾花惹草的。不是，我说的都是真的呀。我现在已经报警了，你的计划已经失败了。你看看那个李月还会继续保你吗？你，没想到你们两个和好的这么快。
孙先生，你一定要帮我！您可是全国最大的古董商人，您还掌握着孙氏集团，你一定要救救我呀！你还是中省会商盟的主席呢，整个商会本土所有有头有脸的公司都在你手下。可是我师父那老头好好的活着回来了，他一回来，他们都没那么听我的了呀！真没想到他会活下来，他的毒可是我亲手下的，你说怎么办呀，孙先生？哭什么？这事儿你自己想出来去做的，我能怎么办？不过你不是说已经派人去破坏了叶宁父母的关系吗？哎呀，失败了呀！很抱歉，之前对你夸下了海口。哼，我就知道你会失败，满脑子全都是阴谋诡计。不，孙先生，我做的这一切可都是为了你呀！为了我？你是为了你自己，你到处坑人，又不是我指使的。而现在你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，看样子我要亲手啃下整个中省会这块硬骨头。不，我还有利用价值的。这个林主他要成长起来，他会威胁到你的。不用，我会亲自解决他。孙先生，完了，全完了。李月，监听员监听你那么久，可算有所收获。现在你就乖乖伏法吧。师父，救救我！师父！于先生，您是又带来什么好消息要过来了吗？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。好消息是李月已经被我解决了，从现在开始不会有人再打压你，你可以大展拳脚了。坏消息是孙俪要过来了，他可是全国最大的古董商人，掌控着孙氏集团，那可是上千亿。多少钱？1000亿？我的公司现在价值才不过100多亿。就是他自己都可以用100亿来围攻你，而且他之后会强势入驻省会，你要面对的可不是一般人呢。不知道你这儿有什么好办法？我也会用我的人脉来全力帮你搜索残次品，你可要做好没日没夜工作的准备啊！从现在开始，你要玩的可不是几十亿的小打小闹，这可是上千亿的战争。我的修复不会有任何问题。那既然于先生这么说，那还请把搜集到的残次品给整齐的放到统一的仓库里面。这不是问题，我会帮你全力对抗孙俪，但你的修复技术也是至关重要，最后胜利还是要靠你自己。只要于先生拿到残次品，那我就已经必胜。好，我会全力的去做，我能搜索到的残次品数量绝对能够震惊你。我等着于先生让我震惊。好。在做什么呢？胜利宣言，有我在就不可能输。不能这么自大。是自信，有我就不会输。那我们继续。那个，我已经做好了未来的规划，这20亿啊，足够咱们完成很多的项目。别再为那10几亿小打小闹了。我们现在最大的敌人是孙氏集团，全国最大的古董商孙俪。孙俪，这怎么打呀？有于山先生的帮助，我们一定能赢的。哦，于山先生愿意帮助我们，那我们赢定了。打败了孙俪，咱们呀就是最大的公司了。当然，我们有绝对先进的技术，还有足够稳定的供应。击败了孙俪，我们就是全国最大的古董商。行，那我先去工作了啊。他都已经走了，那你也该上班了。来吧。
现在孙氏集团已经入了省会，并且对我们发起数次进攻。很明显，他们知道只要拿下我们，那么中省会就没有对手了。他的100亿已经投入了30亿，我们恐怕坚持不了太久的时间。加快收购残次品的速度，能有多快就多快。好的，我们一定要撑到于山支持我们的时候。我知道，我已经紧急送到了你的庄园，价值总共2个亿，打款的话应该很快就到了。好。银行提醒您到账2亿元。这2亿简直杯水车薪。我这也没有办法，短时间内我也只能筹到这么多了。那我和林卓先回去，先搞定这2个亿再说。我也去，尽可能的想办法。好，我们就各司其职。我是于山，一切准备好，你先去，我后到。于山先生已经准备好了，那你赶紧把我送到别墅那批货拉到我给你新发的地址。好，没有问题。任由你有再强的技术，又如何？那也需要时间去变现。而我手上有100个亿，哼，用钱砸死你！那个于山是个大麻烦，他在本地的号召力实在是太强。李月真是个没用的废物。要是于山还没活着，我解决这个林卓简直易如反掌。但现在，哼！喂，于山先生对吧？我是孙俪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聊一聊，没必要争个你死我活的。我和你没什么可聊的，等着说吧。操！竟然看不起我，那就看看谁更厉害。喂，给我把剩下的70亿全部投入，看看谁更厉害。于山还没到，你都已经搞定了，他肯定吃惊无比。我说了，我们赢定了。这里的东西都是真的？这些东西价值不少吧？当然，只要你能把这里的东西全部恢复成它原有的价值，我这就把钱打给你。看看手机。银行提醒您有100亿到账。太感谢您了，于先生。这次我一定将孙俪打得落花流水。只要他这100亿再次耗空，他就什么都不是。那就别在这里陪我这个老头子了。我靠，赢了！孙俪的公司资金被我们耗空了，万修成为全国最大的公司。现在我们终于是最大的公司了，以后再也没有人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了。这下咱们呀，终于走到巅峰了。至于对手，不可能再有，因为我们就是最大的 boss。哎，我一定要给我自己放个长假。你们打算去干什么？既然都要放长假，不如我们结婚吧。6天，苏沫，我们一起吧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这不是最近这么忙吗？没怎么关心他。唉，你快去哄哄他呗。老婆，陪我去接杯水呗。哎呀，苏沫，对不起，这段日子我没有关心你。没有，我知道你忙，还耍脾气，我也不对。这么快就和好啦？
这不是床头吵架床尾和吗？那我们一起去吧，走吧。走吧。感觉好久没有这么幸福了。我会一直守护你。你放心，以后不会让你不开心。我愿意。摄像师也来了，我们再拍一张照片，就可以顺利结束婚礼了。茄子。